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众所周知，在人际交往中，人心难以洞悉。我们常常只知道别人的外表，却很难洞悉他们的内心，这使我们不敢轻易相信。在人际交往中，分辨出谁是值得信任的，谁是潜在的对手，常常并不容易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应该保持良好的品格，无愧于心。不管对方是友是敌，我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不被他人算计，不强求得到属于别人的东西。为了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避免吃亏，我们需要牢记以下几点原则。与人相处要真诚坦荡，建立在良好的品德基础上，这样才能使交往不觉得累人，并能自如地处理各种情境。首先，面带微笑，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。与他人相处时，微笑和友好的表情能够感染对方，即便对方是个不怀好意的人，也会在你的面前收敛恶意。如果你板着脸，与一些不友好的人争吵很容易发生。我曾经有一次乘坐公交车，司机快到站时询问是否有人要下车，但没有听到回应，因此他没有停车在站台上，而是直接开了过去。这引起了一个年轻人的不满，他站起来大声抱怨司机不讲道理。就在年轻人准备走到司机前动手时，一位老人站起来微笑着说：“年轻人，下一个站就快到了，我也错过了站，要不我和你一起走回去？”年轻人不好意思地妥协了，因为老人愿意走一段路，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呢？一个微笑和一句暖心的话，化解了潜在的冲突。要记住，在与人交往时，无论对方是谁，微笑和友好的言谈是最基本的礼仪，也是建立友好关系的起点，不容忽视。其次，要保持警惕，谨防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在人际关系中，不能轻信每个人都是善良的。尽管世上善良的人还是占多数，但坏人也不在少数。因此，需要保持警惕，观察人们言行背后的动机。了解对方的背景和过去是理智之举。特别是在恋爱关系中，许多女性常常过于天真，轻信男性，结果可能被欺骗得一无所有。做人要真诚宽容，但也要保护自己。要了解对方的品质，然后再决定是否进一步交往。与人交往时，要找那些品质高尚、积极向上的人建立联系，远离品德不佳的人。自己既不伤害他人，也不容许他人伤害自己，要注意一些小细节问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避免与错误的人交往，以免将自己置于无退路之境。第三，要积极向好的方向思考，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在与朋友交往时，我们往往会听到关于他们的不利消息，但多数是负面的传闻。我们难以判断这些消息的真实性，如果我们轻信这些传言，就会误解朋友。所谓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在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相信朋友是善良的。比如，你的朋友过去可能表现得很不正常，做了一些异常的事情，邻居们可能认为他是坏人。但我们应该明白，他可能有某种精神疾病，那并不代表他本质恶劣，而且他已经康复了，没有必要一直追究过去的错误。要积极向好的方向思考，相信朋友是好人，这样能避免误会和矛盾的产生。第四，不要背后议论别人，要记住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我们应该时刻牢记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们不应该背后议论他人。我们要明白，一个人的话语会传播给别人，最终可能传到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人那里。这样的传言经过多次传播，可能会变得扭曲，引发误会和矛盾。说三道四的人往往没有真正的朋友，
这样的行为对自己没有好处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保持克制，不说多余的话。不要以为我们能瞒过所有人，因为尽管别人不知道，天知道。第五，与君子为伴，不必天天缠着你的人未必是好人。真正值得交往的人通常不会过于依赖你，也不会每天联系你。然而，当你需要帮助时，他们总是会真心帮助你。有些人表面上每天陪你喝酒吃肉，说一大堆阿谀奉承的话，但实际上可能是出于私利。有的人内心虚伪，与谁都表现出一副虚伪的外表，从不表达真实情感。他们会想方设法取悦你，但一旦你需要真正的帮助时，他们可能会推卸责任，改变初衷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谨慎选择交往的伴侣，不要轻易被甜言蜜语迷惑。最后，要珍惜真正的知己，因为相识满天下，知己有几人，遇到知己是缘分。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个知己，可以随时倾诉，相互倾听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知己难寻。如果错误地将某人视为知己，可能会使对方感到困扰，因为他们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你。特别是在中年时，人生的压力变得更大，但我们还是必须坚强面对。是否有知己，要看缘分。如果找到了，要好好珍惜；如果没有，也要接受现实。在人际交往中，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方面，上述原则只是其中一部分。例如，保持信守诺言，与人交往时要坚持原则，遇到小人时要保持距离，与虚伪的人打交道时要保持警惕，解决利益冲突时要明智，与恶毒的人相处时要守住底线。总之，人际交往是一门复杂的学问，关键在于了解他人的品质。与品质不佳的人要保持距离，避免与他们交往，以免受伤害。